始呢，我会做一系列的关于屁股的视频，我会把我自己个人的屁股经验和我指导他人屁股过程当中累积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因为视频内容会比较长，所以我会把它做成一个系列，会添加英文的字幕，制作的过程会比较慢。观众朋友呢，可以看下方描述栏里的目录档，挑选你喜欢的主题收看就可以了。首先我和诸位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样开始屁股的，然后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做屁股导师碰到的一些有趣的人和事情。早年我在法国留学，住在一个修女创办的女生宿舍里面，大约在2005、2006的时候呢，我碰到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女孩。那么你们都知道，北非阿拉伯国家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哈马丹，就是29天的斋月。在这29天里面呢，虽然他们白天工作，但是他们白天会不吃不喝，一直到晚上7点以后呢才会进食。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女生呢，就跟我讲了他们伊斯兰这个斋月很多灵修方面的知识，这也是他们伊斯兰文化当中用来净化身心的一个修行的办法。那么经过他的介绍呢，我就对他们的斋月产生兴趣，我想和他一起做这个斋月。结果事实上呢，过了10几天呢，我就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因为当时我白天还在做实习，晚上回到家7点以后呢，开始做晚饭吃饭。事实上，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个斋月白天虽然他们是不吃不喝，但是晚上7点以后呢，几乎是一个很丰盛的大餐。由于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中医，我并不很了解，但我自己实际的体验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对我身心是 disbalance 的。就我感觉这种白天不吃，但是晚上7点以后又突然之间吃很多，再不过多久呢要去睡觉，这种生活方式呢对身体是破坏平衡的，所以我就没有做满29天。后来呢，我就开始学习中医和印度医学，那我就了解到这样的屁股方式呢和我们东方医学的一个养生的系统观念呢是恰恰相矛盾的。其实我本人是对所有宗教当中那种斋月、斋日或者戒斋的修行方式呢是非常感兴趣，也是非常认可的。只是我在亲身实践当中呢，我得到的体验是这种白天不吃，晚上吃饭。至少这种斋月的方式呢，不适合我个人的体质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也不是一种屁股。但我还是欣赏伊斯兰传统当中他们保留了斋月的这个形式。我的第2次屁股呢是2010年，当时我在加拿大还在学校里面学习针灸，暑假期间呢，我了解到一个奥地利的自然疗法师，他的名字叫 Rudolf Buss， 他是一个出生于1899年，然后于1990年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终年91岁，相当长寿。他开创了一个42天的屁股配方，在当时呢，他用这个办法治疗好了很多当时属于癌症晚期的病人。当时出于好奇心呢，我就想要试一试这42天的屁股。那这42天呢，不是完全不吃东西，而是每天喝限量的用4种根类的蔬菜鲜榨的菜汁和一些草药。那这42天的屁股配方呢，在西方就被命名为 Birth Cure， 就是用它的名字 Birth 来命名的。我当时纯粹是出于好奇心，并不是为了治疗癌症。但是在我开始这个 Cure 之前呢，我很仔细的把这个 Birth Cure 完整的了解了一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所以后来在进行这42天的 Cure 的过程当中，虽然我还在暑期打工，但是这整个42天呢，对我是相当的 benefit。第2年的暑假呢，我又想再重新体验一遍这42天的 Birth Cure， 可是只有维持了1个星期就做不下去了。那我后来也一直在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那么在这个系列的视频后面呢，我也会和诸位分享，其实我个人的体质5行特征呢，并不允许我做这样长期的屁股。
第一年的夏天虽然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我人生差不多第一次对身体进行这样彻底的一个排毒，可是第二年呢，我的身体并没有这样的需要，而且人的五行的构成呢，它一直是在变化的，并不是所有的时候呢，你都适合去做这样 drastical 的 fasting 啊，就是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适合去做这样一个彻底的辟谷的。关于这个 breast cure 呢，我会在这个系列的视频后面专门有一期讲辟谷和癌症。那么在这一期视频里面呢，我会和诸位详细的分享 breast cure 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和操作方法。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个人对辟谷经验的累积，包括我自己对阴阳五行的一个深入的理解以后呢，我对自己的体质就越来越了解。所以呢，现在我对自己就更多的是采取24小时的辟谷，或者是阶段性饮食，还有就是佛教当中的过午不食，那么是比较适合我个人体质的 practice。那么2015年呢，正好有一个机会，我们这里有一个辟谷疗愈中心，它是全年365天营业，专门对客人进行辟谷服务的。那我就受聘为里面的自然疗法师，指导监督他人辟谷。因为像这样全年开放的辟谷疗养中心的全世界的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这个中心接待的客人呢，有很多是从欧洲，像法国、瑞士，还有美国的一些客人，那并不是只有加拿大的客人。那么这个辟谷疗养中心呢，他们采用的是美国70年代的一位自然疗法师，名字叫 Herbert Shelton。这个美国的自然疗法师，他就是用水做辟谷的，而且还是常温的水，都不是热水。所以在我进去工作以前呢，其实里面的客人喝的大部分时候就是常温的水，其实对人体来说就是凉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辟谷中心就是让他们的客人喝凉水辟谷的。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鲜榨的果汁。那我在里面做了整整1年的自然疗法师，但我工作期间是尽可能引导客人喝热水辟谷的。我会尽量想办法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一种科学的认知办法来解释阴阳的问题，让他们了解到喝热水和喝冷水的能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客人自己也会体验到，他喝热水达到的效果确实跟喝冷水辟谷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有个别的例子，有个别的客人他是更加适应喝冷水的，这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五行能量不一样所造成的。那么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这种个别的例外，总是会有一些个别的情况需要区分对待的。那么做完1年以后呢，我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我就辞职了。因为在里面呢，每天就只有一个自然疗法师，而且是需要24小时在里面工作的。因为晚上有的时候辟谷的病人会发生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需要去处理。客流量多的时候呢，一个人就要照顾10几个病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辟谷中心，正因为它是全年365天营业的，它没有一个关门的让这个辟谷中心进行能量清理的这个阶段。因为辟谷的人呢，他的新陈代谢身上会排出来一种毒素，特别是长期辟谷的人啊，他身上散发出来一股很难闻的味道。人多，然后空气又不流通，如果你从外面走进这个辟谷中心里面，那么里面的味道其实是不好闻的，因为他们没有固定时间去清理，所以里面的能量场呢并不是很好。那么极个别本身就对能量很敏感的客人呢，他会跟我谈到这个问题，不然如果你对能量不敏感呢，你也不会感觉得到。确实因为种种的原因呢，在里面工作是非常 stressful 的，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健康呢已经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所以我就辞职了。但是我继续在里面工作了2年，也不知道3年的针灸师，为里面的客人提供针灸服务。因为我本人对辟谷这个课题非常感兴趣，再加上呢我自己对辟谷有我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和辟谷中心实践的方式呢也不完全的一样，所以在我离开以后呢，我想完整的去实现我自己对辟谷的想法。我找到一个瑜伽 ashram， 就是瑜伽修行闭关的场所，在那里举办了几次7天的灵修辟谷闭关。那么在我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环境里呢，那么我就对我自己的客人完整的实践了我自己对辟谷的理解和方式。
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医者，但在我有限的行医的生涯当中呢，就是我亲自指导他人辟谷闭关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我做到现在对他人最有利益的事情。因为这7天当中，我也是全身心的投入，我是从早到晚陪伴我的客人。那么这7天的辟谷闭关呢，每一天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不是7天不吃饭，只是喝水睡觉无所事事，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尽可能的让他们在短短的7天里面得到一个比较深入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身心灵的净化，而不仅仅只是这个物理身体的一个排毒、一个净化。后来因为疫情期间一些复杂的卫生防疫等等原因呢，我就没有继续下去。那么如果以后上天还要我做这个事情，那么自然而然的因缘就会成熟，我也会去做。如果上天不愿意我继续做了呢，那我也是顺其自然的，并不强求。那么这一系列视频呢，我就会和诸位分享我在辟谷方面累积的经验，但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辟谷方面的专家，只是正好我的人生当中就有这样一段和辟谷密切相关的经历。而我自己深信，高手在民间，不光是我们中国民间的道家，包括西方民间也有很多把辟谷走得更加深入的前辈或者高人或者灵修者。如果你是一个对身心灵健康感兴趣的观众呢，那么也许我这些破破烂烂的经验对你会有帮助、有利益。 Body-life balance, the naturopathy truly holistic. Tell him to find me